李亚林没想到一向温和的老婆反应竟然会这么激烈。以往老婆也会跟自己闹矛盾，但那基本就是发发牢骚，生生闷气，最多冷战几天。像这么激烈又大又骂的还是第一次。可李亚林心里也知道，老婆之所以会这么失态，一定是因为这段时间过于担心自己，所以他自然没有半分怒气。于是他便迫不及待地想要用费可欣那套说辞来给自己洗白一下。打定主意，他赶紧解释道：君美，我那都是有原因的。原因？什么原因？陈君梅气恼地质问。我还不知道你吗，李亚林？在你眼里什么都比我们娘俩重要。但凡纽约这1亩3分地有人死了，你这心思就都飞没影了，哪还顾得上我们娘俩？李亚林一下子有些语塞。他其实不善言辞，而且更不善撒谎。面对妻子凌厉的进攻，他一时间反倒是有些乱了方寸。有时候事情的成与败，关键就看能否稳住自己的方寸，稳住自己的节奏。就像一场演讲，同样的稿子，如果能用自己的节奏带动全场，那必然是成功的，但如果自己的节奏被别人打乱，那结果必然是失败，甚至有可能演变成丢人现眼。就在李亚林找不到节奏的时候，一旁的费可欣连忙说道：您好，您就是李探长的夫人吧？陈君梅看了费可欣一眼，不假思索地说道：很快就不是了。费可欣微微一笑，继续说道：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纽约费氏集团的董事长费可欣。陈君梅听到这一番话，惊讶地看了看费可欣，随即点头说道：我知道你，在电视上看到过你。费可欣道：其实我是想跟您解释一下，李探长之所以会人间蒸发，其实是因为我前些天委托他再帮我调查一下费家那个败类费浩洋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而且由于这件事情过于敏感，也是我要求李探长绝对不得与外界有任何联系的。陈君梅不禁皱了皱眉，问费可欣：他不是已经提前退休了吗？凭什么还要听你的命令？你不让他联系外界，他就不联系，他凭什么要受你的约束？费可欣淡然一笑，认真道：因为我是李探长的雇主。说着，他从自己的支票簿里掏出一张夹在其中早就写好的支票，递到陈君梅的手上，正色道：李太太，这1000万美元是我承诺在事成之后给李探长的佣金。您刚才不是好奇李探长为什么要听令于我，并且受我约束吗？这就是原因。我需要一个能够绝对保密，并且有足够经验的人帮我调查一下事情，而李探长知道他女儿怀孕了，也需要一笔足够可观的收入，来给他未出生的外孙或者外孙女规划一个更好的将来。什么？陈君梅瞪大眼睛，目瞪口呆地问道：你让他做什么事情，能值1000万美元这么多？费可欣淡然道：在您的眼里，可能1000万确实很多，但在我这里，1000万美元还不及我代表费家赔偿给那些受害者的1%，而且这件事其实非常危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付出生命。紧接着，费可欣进一步解释道：而且费浩洋的事情闹到全球皆知，您肯定也有所耳闻，费家为了尽可能弥补受害者，花费了几十亿美元，1000万美元在这里面，不过就是9牛1毛。说着，他看着陈君梅以及他身后的李媛媛，认真道：其实我想说的是，你们不该主观地埋怨李探长在这之前没有跟你们打招呼，毕竟我委托他做的这件事情不但很复杂，而且很危险，稍有不慎，有可能连命都要搭进去。而李探长原本已经退休，打算回去颐养天年，
完全没必要冒险，但正是因为这1000万美元的佣金让他心动，他才会冒险接下这个委托。而且他做这些不是为了破案，也不是为了给自己赚钱，而是为了他女儿肚子里的孩子。眼见两人瞠目结舌的样子，费可欣继续说道，还有，李探长这些天真的经历了很多危险，作为雇主的我都非常钦佩他的勇气，也非常敬佩他对家人的那份责任感。他拿命换来这1000万美元，是为了让他将来的外孙或者外孙女能够在出生之前就确保一辈子衣食无忧，为他或者他打下极佳的人生基础，让他或者他能够生下来就成为人上人，比其他同龄人少奋斗几十年。为此，他哪怕自己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是十分伟大的。所以李太太，我觉得您不仅不应该怪李探长，反而应该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为您刚才的不理智行为向他道歉，您觉得呢？此时陈君梅、李媛媛母女二人的内心是极度震撼的，安家人和李亚林也很震撼，因为他们都看得出费可欣扭转局势、把控节奏的能力太强了，这方面的表现堪称大师。一段谎话能如此信手拈来，说得如此慷慨激昂，这种能力不可谓不强。费可欣这番话一说完，李亚林心里都有些羞愧。他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货色，所以心里不禁暗讽自己，我他妈哪算是伟大，我自己还稀里糊涂的就被人打成了筛子，比炮灰都不如，炮灰就算杀不了敌，好歹也能阵前大喊2声，开上2枪，我这简直菜得令人发指，屁都没机会放一个就倒下了。就在李亚林自己心里羞愧难当的时候，女儿李媛媛先绷不住了，她哭着扑进李亚林怀里，哽咽道，爸，咱家也不缺钱，你干嘛要这么拼啊？李亚林一下子有些慌乱，一时间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什么。还是费可欣在一旁说道，李探长说，不缺钱归不缺钱，但还是希望孩子将来能有一个更好的人生。陈君梅此时也从刚才的愤怒变成了感动、羞愧、后怕的混合体。她忍不住泪流满面，问李亚林老李，你都多大岁数了，好不容易退了休，又何苦去拼命啊？李亚林讪笑一声，尴尬地说道，就像费小姐说的，哦，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吗？他伸手抚摸着李亚林被自己一巴掌抽红的半边脸，愧疚至极地问道，疼吗？对不起，都怪我。李亚林受宠若惊地说道，不疼不疼，一点都不疼。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